posisi di kedudukan Lon yang cuba untuk diberikan fokus. Yum sedangkan cuba untuk mencari kedudukan Kim. Tetapi tengok macam mana pasukan Kaisar jauh je masih lagi meneruskan teamfight dengan mereka. Kim telah beri temukan Ines sampai begitu saja. Sekai sempat dicari oleh Kousi tapi namun Kim Ines sama dengan Kousi. Pakai untuk Ines dengan Kim mencari medan tapi digagalkan oleh Stop yang bila mencari ke Aaron. Hanya tinggal Hansen saja sekarang itu melakukan pertahanan tapi tengok macam mana SRJOT. Mereka terus saja masuk untuk memecahkan Crystal meneruskan Heroism tapi Ines 哎，刚才那一段你听懂了吗？是不是感觉在看一场很刺激、很精彩、很 drama 的比赛呢？那今天呢，力懂什么的梦想出界，你看懂年轻人的梦想吗？的这一集呢，哇，来宾超有看头的他的起点，他的梦想的起点，其实说起来的话有点反差。怎么样说反差呢？他本来是要劝告自己的弟弟，哎，不要打电动了，结果反而是他自己一头栽进去，而且越打越勇，成为了现在电竞圈里面最抢手的双语的电竞解说员。这个职业，我想你听都没有听过吧，对吧？我听的时候，我的眼睛是瞪大了啊！竟然有这样子的职业。是的，那这位今天的嘉宾呢，他讲马来文也 OK， 他讲中文也 OK， 他讲战术更是一流。马上欢迎我们24岁的 Reese Piu Piu。我是 Reese Piu Piu， 我的长名或者是如果在 IC 里面的名字就 Siti Nurizati binti Jeffrey， 今年是24岁。然后我也是一个电竞解说员，我做2个语文，一个是马来文，还有一个是中文。然后我也是一个 TikTok 的创作者。我也是现在是大学生，degree 的第3年。那你是哪一科？Management Finance。Management Finance。对，在 USMP 内。OK， 然后所以现在你在Mantaya的这个职业职称是什么？我是一个 Community Manager，Business Development 的 KOC。在 TikTok 上面呢，我看过还蛮多你的视频的。我这个前新闻主播，我都有觉得说，哇，自己自叹不如，三寸不烂之舌，太厉害了。那回到去。为什么你会开始打游戏？跟我们讲一下前因后果。因为我也在听是会以为是好像一个很好笑，因为我本来是想要拉我弟弟出去。那时候是几岁？大概是18、19岁这样。那时候我弟弟就一直来打 game 的时候，我爸妈就觉得好像打游戏是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讲你给我一点时间吧，我来拉我弟出去，不要给他打 game。到时候我就打 game 成为他 manager team 了过后，然后我就不小心也是一直打 game。为什么当初你会觉得说你要把你弟弟拉出来，你就要先去打 game 呢？因为我跟我弟弟是最密切的嘛。你跟他相隔1年吧。1年吧，所以我就跟他是最密切的。到时候呢，我在打 game 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哇，这个 game 也是很好打啊。然后就继续打，我就也是变强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讲，为什么你会打 game？ 为什么你不小心就把这个 game 成为你的这个职业？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讲我要成为一个电竞解说员，他就好像觉得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还是在读 degree， 所以他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真的很浪费时间。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讲，给我1年，我就来给你们看，我真的在1年的时候就给大家看我有 proof 了，就给你们看我真的可以在电竞解说员成为一个行业。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慢慢的越陷越深，然后到现在竟然把这一个兴趣演变成一个职业了？之前我打 game 的时候，我弟弟他自己有一个团队，所以他跟我说他的这个团队没有 manager。那时候我也是没有想要继续打 game， 我就跟他讲我觉得应该我成为他们的 team manager， 我就可以拉他出去，所以我就成为他的 team manager。所以过后我觉得，哎呀，你们这些好像有很少东西，好像没有很兴趣的那种感觉。我讲你们没有做直播嘛？因为我来给人家看，这个好像是一个足球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有人来说话，有人来讲这个比赛，所以我就来开一个直播。他们在打 game 的时候，在打跟双方来打的时候，我这边 OK， 我来尝试来说话。然后我在讲game 的时候，我就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做一个行业一下。然后我就问我弟弟，我问他。你们没有这个叫什么讲游戏的这种好像足球有，可是我们这边就叫它是 e-sport showcaster， 所以我就跟他讲有这样的行业啊，哇，这我也是要尝试，所以我跟他讲，我就跟我爸妈讲，我要尝试去 KL 去吉隆坡的时候讲，我要尝试 audition 成为一个 e-sport showcaster， 然后我爸妈讲，你真的在浪费时间，你觉得这个行业是可以给你未来的时候真的保持你
现在做的东西真的有好处吗？是这样，你真的要给我时间，你给我1年吧，真的，我1年过后就拿 best seller 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有什么 achievement 我全部拿给他们看。所以那时候你终于说服你父母了，是，可是那时候现在我爸爸已经打得很好了。从弟弟打变成姐姐打，然后现在连他爸爸也打了，所以哇，一家都是可以用游戏来作为共同话题，聊得很愉快了。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反对的时候是用什么原因来反对你？他们就觉得游戏就是游戏，就是来成为你一个爱好，而不是一个行业。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也是要考虑一下，看一下到底这个游戏真的没有行业吗？或者是我们就一直以来都觉得打游戏是浪费时间，所以我到时候就找更有趣的东西，就给他们看这些东西是真的有东西你们可以看的，就是可以来赚钱的这个行业。那时候我爸爸就觉得 OK 啊，我就让你去 KL，你就继续做你的这个正经解说员。但是他有确保你说你的学业上不能够荒废。是那时候我还是在 second year degree，他就跟我说，你要赚钱是没问题，我是有钱的，如果你不要赚钱，我也是有钱。他这样跟我说，可是这也是对你的未来，你也是要保持你读书的时候也是没有打扰，没有被这个电子解说员打扰到。那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个电竞解说员，的工作内容到底包括些什么东西？除了我们要讲解游戏里面，我们也是要认识那一些人，我们也是要认识那一些人是指游戏的主角、对角色。我觉得那个是基本的东西。第二就是你也要知道，那些队伍啊，玩家那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性格表现啊，或者是他们在打游戏的性格是怎么样。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就会比较困难。你要做解说的时候，那通常在上镜之前，你都花多少时间去准备？有时候我是会花每一天大概30分钟这样，每一天，比如好像我要做解说在拜六或者是礼拜。拜一到拜五晚上，我会花30分钟来做一点考虑一下，到底他们是哪一个队伍啊？这个玩家是怎么样打啊？他比较喜欢用的英雄是哪一个？打游戏跟讲游戏这两个的比较之下，我可以来说，我讲游戏是会比较难，因为你是要做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要懂得游戏里面在做什么，然后你要怎么样表达给观众人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在游戏里面在发生什么。如果你只是来打游戏的话，我们是来打，我们知道我们是要跟我们4个玩家一起跟我们来沟通。可是你来当解说员的时候，你要一直要讲，又要表达那些东西，这一边我可以来说是比较困难。那有人试过来找上你说，哎，Mr. Bill，你做的东西很有趣呢，我想像你一样。那你觉得这些人你这样回应他，然后你觉得你会跟他说，他们具备一些怎样的条件？如果他们是要成为一个电子解说员，基本的东西就是你要懂，你要解说的那一个游戏是怎么样打。不管你来你先是得是玩家，自己是要去玩，你才知道这个游戏是要怎么样玩。到时候你才可以慢慢的来认识那些队伍啊，认识那些玩家，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来 develop 一下你那个 casting skills，然后到时候才可以成为一个专业解说员。其实在这个电竞圈里面，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男的玩家？但是在我 game 这边就我一个是女生，所以我可以来说是有一点困难。我要跟人家说话，我们都懂，男生跟女生来说话的想法都不一样嘛。所以我第一次进店里这些所有的时候，我就好像没有朋友，不懂要跟谁说话嘛，因为每个人都聊天那些我不懂的东西，男生在聊天的东西嘛。然后我就慢慢的来 insert my character in it，所以我就觉得 OK，我觉得我们就来聊这些东西吧。可是第一次我来进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好像，嗯，女生真的不可以当一个解说员。他们觉得女生的那种 energy 跟男生不一样，所以我就每一天我就是在练习我要怎么样解说员，我就一直来练习我的语速，我就在练习我的语文，那些 vocab 我也是一直在练习。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到一天的时候我就给你们看，我可以拿 best talent。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就得到 best talent in Chinese，然后他们就觉得原来也是有女生可以这样好的做解说员。那这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是尽量讲的像男生一样，其实你发展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了？
我也是没有跟着他们的。我怎样要给人家看女生也是可以做一个解说员，我要怎么样给人家看我那种风格。然后到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因为他虽然他是一个他不喜欢我进电子解说员，是不是？可是他每一次如果看我做电子解说员过后，他就会跟我说，你这个部分你要更改，这个部分你要更改。他是会跟我这样说，然后我跟他讲，你觉得我怎么样的风格可以给人家看我是会比较 special 的那种感觉？你不是说话很快吗？你就给我做一个解说最快的解说员。他就跟我讲，所以我每一天就跟他两个聊天的时候，就一直在比我们的语速，看谁比较快。然后他每次都会拿那个 timer 这样，OK，你在1分钟的时候可以来说多少句。然后我跟他讲，这样也是有啊，你尝试，到时候人家会叫你一个 rapper caster。但问题是你讲的那么快，人家听得懂讲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就是解说员的，我们也是有3个部分，有人是会来给人家 hype 的那种moment，有人是会来给 analysis，有人是会来 blend in 我们这2个，所以我是那个空场的电子教学 hype 的那种，所以他们是不管我在说什么，总之我可以给那一个 hype 的感觉。现在哦，你在 TikTok 上面也慢慢的聚集了不少个粉丝，几万个粉丝了，所以可能也开始会被 label 说是网红，是达人。所以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会感觉很压力吗？如果我在外面的时候，人家见到我，然后叫我的名，我觉得只认识我啊，然后我觉得更压力，因为到时候我去很多地方，人家都认识我，我觉得好像我不可以做坏东西哦，我不要给人家看我那种比较 bad impact 的给人家看，所以我到时候就跟我父母亲讲，从今天开始我真的要好好的打扮，不要给人家看我那些不好看的。然后你觉得你现在是会有更有成就感，还是更有压力？然后因为这种平台上的东西，你一直要不断的有短视频出去，然后要维持那个热度，你会不会感觉到一定的压力，然后没有办法可以很就是维持你自己轻松的一面？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好像面对到很大的压力。可是我爸爸每次，我可以来说，我爸爸是好像我的 moral support 的人。每次如果我觉得好像我要 drop 的时候，我爸爸会讲，你来跟我讲你要当电子解说员，为什么你要给我 burn out？你现在赶快去开你的电脑，你赶快给我练习做你的电子解说员。然后我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哦，我觉得我要哭。你都讲你要做嘛，你也是你要给我看，你要 proof 给我们看，你真的可以做这个东西。因为我爸爸就是他之前也是有说过，只有你一个女生，他就是怕我会要面对 haters 那些，他怕我会很伤心。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可以的。所以每次如果我觉得我要 burn out，或者是我要 stress 的时候，我爸爸会就好像不可以这样，他每次都是会拉我。如果我好像很 stress 的话，他就会好像给我 relief 一下，就好像带我去打羽毛球啊，或者是带我去游泳。所以他每次都是好像我的 backbone，如果他没有我，真的我觉得我不可以在这边成为一个电子解说员了。真的是好伟大的爸爸。虽然嘴里上一开始的时候是说，怎么你这样子不要做这个没有前途，到最后反而他成为最大的这个 mentor 这个导师。现在你看啊，你又有这边蛮台业的这个工作，你自己本身也有自己的内容创作需要兼顾，然后你也是一个大学生，所以在时间管理上你是怎么做到的？一个星期有7天，是不是？就是在一天里面，我坐公司来10点到7点加班开业，我回家过后我就来拿30分钟来练习我的解说，然后我就会拿2个小时来读书。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来做什么活动的话，我还是觉得我们自己本身要怎样安排我们的这个热身的 activity，才可以慢慢的来保持所有我们做的东西可以好好的处理。对这个电竞这个行业的未来，你到底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你现在这个行业过后会是昙花一现，可能过一阵子就没有 outdate 了，还是你觉得它会好像变成一个专业的运动明星的行业？因为现在电竞呢已经开始成熟了，所以我觉得到未来的时候会有更多行业，不只是来自解说员、玩家。现在我们都看到已经有教练了，那些队友都有他们自己的教练，我们也是有那些慢慢变得很专业。然后而且现在的公司大多数都已经开始变这一个电竞的 sponsor 了，所以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在2030或者是2040的时候，这个电竞呢会给更多行业给大家。那如果以后你有孩子了，他跟你讲说妈妈，我想要当这个电竞员或者是电竞解说员玩家，你会怎么反应？如果他是男的话，我可以来说是没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男生的那种，他们是可以来保持他们那些黑的来说什么，他会 OK， 这些都是什么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女生的话，第一个问题我要问她，你真的觉得你你的心理素质够强了吗？是的，你要保持你自己很强了，不是你的接受吧要强，可是你心里面你的心情，你要怎样给人家看哦，你是一个很 stronger 的那种感觉，你是一个 boss woman 的那种感觉，你才可以进这个电竞。还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市场，是，所以要女性在这边闯出一片天的话，你必须要够强大。那如果有一个12岁的孩子，他爱上了游戏，家长应该怎么样看待？你有没有给家长一个怎样的劝告忠告？我可以来说，在外面的家长呢，就应该要试试看一下他们的世界是怎么样。第一次我进电竞是因为我弟弟，所以我自己本身是已经进了他的世界，所以我进了他的世界过后，哦，这个东西是更有趣，也是有很多我可以讲有很多行业在里面可以赚钱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在外面的家长呢，就应该给 chances 给你们的孩子。想看一下他们到底，如果他们不要电竞的话，外面也是还有很多个，也是现在是在发展的那种，差不多跟电竞一样啊。到最后，你有没有一句话要跟父母分享的？就好像也可以跟你的爸爸讲一下你的感言。我就要跟我爸爸讲谢谢，然后跟我妈讲谢谢也是跟我爸爸讲。虽然是我爸爸是我的 backbone，我妈妈就是每次都安慰我爸爸。所以我知道，虽然是我爸爸没有讲，是妈妈安慰我。我知道他是讲 better 啊，他就是很 ego 的那种感觉，所以他每次都会说，是我不要你这个，哦，我不要你做这个，哦，我不要你做这个。可是爸爸，谢谢你来支持我，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专业解说员了。希望到时候我在未来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跟你们差不多一样的这个父母亲给我的孩子们。刚刚也有一些跟你一样有一些很特别梦想的孩子，你对他们的爸爸妈妈又有什么话要说？如果第一次孩子觉得你们觉得孩子做的东西是错，不用紧，慢慢的来给孩子知道你这个东西呢可以去到哪里。因为我自己本身第一次来进这个电竞解说的行业，是我父母亲也是不喜欢我来进这个电竞嘛，所以他们就慢慢的来知道一下，慢慢的来学习一下，到底是我的孩子在做什么。所以我就希望家长们，如果在你们的孩子做到那些新的东西，或者是你们没有听过的那些行业，就给他们一点 chances 来给他们表达一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就支持他们。至少有一个尝试的机会，尝试不能了才 say no，OK？那是的，非常感谢 Rich Review 今天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打开说这个电竞解说其实是一个怎样的行业。那它当然不只是解说，不只是打游戏，它也是一个女生用自己的热情，用自己的热忱，去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面发光发热的。好了，那这一集呢也是梦想出界，你看懂年轻人的梦想吗？的完结篇。那这3期里面呢，我们认识了用表演说故事的 Miki， 我们也认识了带着内容创作者攀向高峰的 Joel， 那还有靠自己的实力打进了这个电竞解说圈的 Reese Piu Piu。所以我们知道年轻人现在最夯的梦想可以不只是网红啦，不只是内容创作者，不只是电竞解说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可能还是会想要奇奇怪怪的一些梦想。作为父母，你第一时间可能不太理解，但是你不能马上接受，是不是也先不要立刻否定呢？那你可以不完全搞懂，但是你是不是也应该先学习聆听呢？这个也是刚才 Rich Review 跟我们分享，他觉得说父母应当对孩子的这个梦想更加的包容。好了，今天的力懂什么呢？我们就先搞懂这些，下一个系列我们继续要搞些别的，下次见。